索尼 Xperia Pro、vivo X70 Pro Plus， 它们的后摄上都有蔡司的 logo， 那么就预示着它们的影像能力非常强咯。今天就带来这两台手机的对比。索尼在影像领域，无论是相机还是它给其他手机生产的感光器，都是非常顶级的。vivo 是在国产手机里边影像方面非常厉害的一台手机，那么它们的对比应该非常有意思。这两台手机我们之前都已经单独聊过了，那么在正片开始前，我先问问各位，你们对这两台手机哪台更感兴趣呢？如果你对索尼感兴趣，打1；如果你对 vivo 感兴趣，打2。卡尔蔡司这个在光学物理、在光学成像方面泰山北斗级别的品牌，您可能不知道它有多牛，但是您可能会知道，现在很多手机都愿意在机身上印上它的 logo， 来诠释自己的影像能力有多么的好。今天这两台手机机身上都有蔡司的 logo， 一台是索尼它跟蔡司长期合作，索尼 Xperia Pro I， 另外一台是 vivo 的 X70 Pro Plus。这两台手机都是标榜的影像能力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我们会一一对比这两台手机每一颗镜头的光学成像素质怎么样。只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们会用手机拍摄一些摄影作品，希望您也可以多出去走走。哦，对了，您不用问是哪台手机拍的，我只能告诉你都是手机拍的，而且您的手机也能拍。前面这些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拍摄的，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、新的想法，希望您也可以多出去走走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差距了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因为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。OK， 我们正片开始。Xperia Pro 这台手机的后摄配置，只要是看过前两期的朋友，对它都应该非常熟悉了。主摄、超广角和2倍的中焦。vivo X70 Pro Plus 跟它相比呢，就是多了一颗5倍的潜望式长焦镜头。这台手机发布的时间已经挺长的了，那么它的后摄配置大家都应该挺熟悉的了。后面的节目我们依然使用简称，索尼 Xperia Pro I 我们简称索尼， vivo X70 Pro Plus 我们简称 vivo。索尼这台手机无论是摄影还是在录像的时候，它的操作体验无疑是当今所有手机中最顶级的，还有它的那些摄影软件、录像软件的操作人机交互也是非常的到位。不过这些呢，我们之前都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不能老说呀，是吧？如果您感兴趣，可以去看前两期的节目。那 vivo 在拍摄时的操作界面就跟其他手机一样了，总之就很手机了，做的没有什么亮点，没有什么缺点，反正就是挺好用的。只不过它这个好用跟索尼比起来是没法比的。如果你感兴趣，还是那句话，去看前两期的节目。那下面说一下两台手机的追焦跟抓拍。索尼的手机在追焦跟抓拍方面，在上期节目中已经提到了，它的表现非常的优秀，而这个优秀主要是体现在人物脸部的识别和人物追踪连拍上。长张从远处跑过来，就连跑到最近的时候，脸部的对焦也是很准的。vivo 的人物脸部识别在拍摄界面中看起来还是非常优秀的，但是在实际连拍中，它的表现还是没有索尼强。同样的，还是长张从远处跑过来，当然只有跑到最近的时候，手机的对焦才会产生压力，这是因为它的相场比较小嘛。那么实际的表现就是，当跑到最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最后几张还是稍微有些虚的，而且它的连拍张数限制也正好是长张从远到近跑过来这段时间，就能拍20张，拍完之后就不能拍了。
索尼的连拍不但对焦准，而且张数也多，能拍200张，只不过后期选图的时候实在太恐怖了。那如果您平时连拍的比较少，但是会经常遇到一些突发事件需要抓拍的话，那下面我们看看这两台手机凝固瞬间的能力怎么样。像录屏里的这段，掌掌一挥手我就抓拍，看看能不能把他的手定在半空中。上期我们就说过这个环节，索尼的表现非常不错，它的抓拍能力非常强悍，掌掌的手臂大多数都是在半空中的。那么下面我们看看 vivo 的表现怎么样，同样的也是掌掌一挥手我就按快门，看看能有几张把掌掌的手臂定在半空中。这个不是考验我的反应速度啊，这是看看手机抓拍能力怎么样，我的反应速度都是一样的。从最终的结果上看， vivo 的表现是没有索尼强的，后面几张掌掌的手臂都已经完全落下来了。之前的呢是我耍鸡贼，掌掌还没有动我就摁了，因为我知道这台手机的抓拍没有索尼强。操作和软件体验，前2期节目我们已经说过了。那么这期节目的连拍跟追焦，我们也先说到这儿。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画质对比环节。先说主摄，这两台手机的主摄在硬件参数上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光圈了。索尼这边是可变光圈 F2 跟 F4 2档 ，vivo 那边就1档 1.6 的光圈非常大。当然有人会说，感光器的大小也不一样啊！是的，这点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。但是实际像场都是一样的，都是1.3英寸左右。哦，对了，原生像素也不一样 ，vivo 的更高，是5000万像素。索尼这台手机主摄虽然说可以切换光圈大小，但是在成像质量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只是拍摄近处的时候背景虚化不同，这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。那么在后面的主摄画质对比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挑索尼这边，不管是什么光圈拍的，只要看起来画质最好，然后跟 vivo 那边画质最好的来进行对比。先说这一组照片，当时拍摄的环境是大阴天，但是草的颜色却不一样。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拍摄的色彩风格呢？反正我是记不住当时的拍摄环境啊。先看中心画质的对比，两台手机的表现几乎一致啊，水平基本相当。那么看看边角画质的表现啊，看看他们的镜片谁的光路设计水平好。现在放大的是右上角，看右上角啊，两台手机的边角画质下降的都有一些，但是好像索尼的更好一点。再换一组晴天拍摄的样片，这组两台主摄拍的都非常艳丽啊 ，vivo 那边更艳丽啊，你们更喜欢哪台主摄拍的色彩呢？中心画质方面，这回在晴天的条件下 ，vivo 的中心解析力更好。边角画质方面也跟阴天反过来了，是 vivo 的边角画质看起来稍微好一点。那为什么会反过来呢？这点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跟计算摄影多帧合成应该有关系。但是我都拍了很多张，用的都是画质最好的来对比。vivo 的主摄是有高清模式的，是5000万像素模式。打开高清模式之后，再跟索尼对比的话，那解析力是强了很多的啊！谁让索尼没有高清模式呢？再看超广角镜头，硬件方面 ，vivo 超广角的感光器大一些，原生像素高一些，视角也是 vivo 的更广。从样片上看，除了亮度、色彩的区别以外，就是视角的区别了。vivo 的视角更广一些。下面这张图就是视角差距图，这个红边就是索尼拍不到的范围。回到样片上来，当时拍摄的环境是阴天。色彩亮度方面，我觉得索尼的表现比较好一些 ，vivo 那边有点偏暗了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这次无论是什么条件下拍摄，隔了多少天去拍摄，中心解析力 vivo 都没有索尼强。一开始我以为 vivo 的拍虚了，但是放大边角画质一看 ，vivo 并没有拍虚。而且由于这组照片 vivo 拍摄的亮度比较低啊，紫边相对隐藏的比较好，看起来边角画质还比索尼强。再换一组晴天拍摄的样片，色彩上 vivo 还是那么的艳丽，索尼还是稍微素雅一些。中心画质方面依然是索尼的解析力超过 vivo。再看左上角的边角画质，确实是 vivo 的边角画质强于索尼。虽然说它的视角比索尼广，边角画质比索尼好，但是中心画质非常关键呀，中心画质却没有索尼好。vivo 是有高像素模式的，那就打开高像素模式再看一眼，这回中心画质是终于比索尼强了。可是普通模式才是平时用的最多的呀，这就不好办了。好在 vivo 的超广角是可以拍摄微距的，它的微距模式效果还是不错的。相比起索尼来说，它的微距照片拍得更好。再看中长焦的对比，中焦方面 vivo 的光圈是真不小，这两台手机的中焦都是2倍焦段。但是长焦上 vivo 是有一颗5倍的光学镜头的，索尼就没有了，它只能靠2倍镜头来数码变焦。先说对焦性能，索尼的这台2倍中焦镜头在对焦方面做的还是很优秀的，它也应该优秀，它毕竟是索尼嘛。
X70 Pro Plus 的2倍对焦性能同样也是值得信赖的，对焦性能非常理想。它的5倍镜头对焦性能之前我们是吐槽过的，因为它有乱切镜头的情况，但是经过系统升级之后表现还是很理想的。OK， 上对比样片，先看2倍样片的对比，索尼这边的色彩还是比较素雅 ，vivo 还是很鲜艳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索尼的解析力强于 vivo。由于这两台手机的中长焦我都没有发现边角画质下降的情况，那么我们只比中心画质就可以了。再换一组中焦2倍的对比样片，但是中心画质方面依然是索尼的解析力更优秀。看来索尼的2倍中焦做的确实比 vivo 更好，但是还有5倍焦段的对比啊。就像前面说的，索尼的5倍只能通过2倍镜头数码变焦，那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光学镜头的 vivo 更优秀。前置镜头由长长来给大家介绍。索尼前摄的相机设置还是比较贴心的，在原相机里可以开美颜，也可以不开美颜，有专用的人像自拍模式，里面有更多的选项，可以调眼睛呀、瘦脸之类的，而且背景虚化特别自然，很好看。vivo 一向是以人像好看著称的，它前置的美颜功能也特别全，而且原相机模式呢拍得很清晰，也很漂亮。人像模式里背景虚化其实还挺自然的，而且美颜的效果真的巨多，连瘦脸都分正脸跟侧脸，从鼻子、眼睛再到额头、下巴，就没有哪个地方不能调节的。拍摄人像这块，索尼这台机器拍人像的时候得用散景功能，这个前2集我已经说过了，它的效果是完全可以跟其他手机的人像模式媲美的，拍的还不错。但是这个不错呢，还要分跟谁比，如果跟 vivo 比的话，还是 vivo 的更好。从这几组样片中，你们就能看出来 vivo 拍的人像真的是非常好看，尤其是人物脸部，所以人像拍摄这块还是 vivo 稍微强一点。成像宽容度这块，我们用直出效果来对比。弱格式对于多数人来说，一个是不会用，而且用了它也不会调，而且调了之后也未必有手机内部给你调得好。先看第一组主摄拍摄的样片，当时的环境是阴天，两台主摄的表现比较接近，虽然说有一台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好那点无所谓了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的表现就更加接近了。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上 vivo 的暗部细节表现得更好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vivo 在暗部细节的展现上更优秀。再看晴天环境拍摄的样片，当时是下午3点多，这两台手机主摄拍出来都跟傍晚似的，但是暗部细节上还是 vivo 的更优秀。那么相同场景也都拍得跟傍晚似的，真是很奇怪哈，但是暗部细节还是 vivo 的更好。再换一组，先看主摄依然是暗部细节 vivo 的更优秀，相同场景暗部细节也是 vivo 的更优秀。夜景拍摄这块，咱们先看看两台手机在夜晚灯光下的眩光表现。虽然说这两台手机的背后都有蔡司的 logo， 但是他们在眩光处理上好像 vivo 的更强一些，超广角也好像是 vivo 的更好。前2期节目已经说过，索尼这台手机在夜景拍摄的时候，如果用手动模式再配三脚架的话，效果还不错。但是我们还是得照顾多数人的使用习惯，就是用手持来拍摄夜景。城市灯光照明环境下，两台手机主摄拍摄的效果都还可以，但是 vivo 的暗部细节展现的更多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暗部细节 vivo 的呈现稍微多一些，亮部细节两台手机都比较不错。再换一个亮度更低的场景，在暗部细节展现上也是 vivo 更有优势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还是亮部细节上的差距，还是 vivo 更好一点。现在是城市照明的路上，索尼这边的暗部细节还是没有 vivo 的好，但是颜色比 vivo 强， vivo 那边有点夸张了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暗部细节还是 vivo 的更丰富，颜色上 vivo 更夸张。索尼这台手机是没有夜景模式的，那么它在拍极暗的环境只能用自动夜景来拍。vivo 是有夜景模式的，在很暗的女流氓小巷上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那么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，毕竟它没有夜景模式嘛。那么到了更暗的祖川神树场景，在暗部细节呈现上肯定是有夜景模式的 vivo 更好了，只不过超广角的差距更明显一些啊。录像这块我们主要放在日常走路防抖的表现上。现在是阴天环境的主摄表现，两台手机的防抖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亮度、色彩、清晰度是 vivo 稍微强一点点。超广角的表现上 vivo 是以超广角录像防抖著称的，但是索尼的防抖也不差，只不过颜色跟清晰度方面跟主摄一样，也是 vivo 看起来稍微强一点。现在是晴天时候的录像表现，最主要的差别是颜色的差别，如果你喜欢素雅的就选索尼，如果你喜欢夸张的就选 vivo。
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尤其是颜色倾向上跟主摄是比较统一的。暗部细节方面是 vivo 的展现更好一些。2倍录像的表现 ，vivo 这边看起来好像是2.5倍或者3倍的，就是景物稍微大一些，显得更清晰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防抖方面是索尼做的更好。长焦录像这块，索尼是没有长焦镜头的，它只能用2倍镜头数码变焦到6倍来拍摄6.3倍。vivo 这边是5倍的光学镜头，在清晰度方面确实是 vivo 的更好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硬件优势嘛。虽然两台主摄在白天的表现风格是有差距的，但是到了晚上就统一起来了，整体水平也比较接近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，虽然说从亮度上看索尼这边稍微暗一些，但是细节、清晰度、防抖两台手机还是同一水平的。主摄到了亮度最暗的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，差距就体现出来了。vivo 的细节展现得更丰富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看起来是 vivo 好一点，但是好的这点也无所谓了，反正 vivo 的也用不了。工业设计方面，前2集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对这台索尼手机的喜爱。然后有人就说你这样不公平啊，你对其他手机不公平啊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喜欢我还不能说吗？尤其是这个年代了，屏幕上下的大黑边居然还能照我喜欢，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吗？拿在手里的质感方面，虽然说 vivo 的素皮手感非常不错，但是跟索尼的这种工业风比起来，反正拿在手里我也是更喜欢索尼一些。硬件上跑分发热这方面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，但是这两台手机的性能应该是在同一水平的，或者说同一水平区间的吧。硬件上主要的区别应该是在屏幕上啊，参数上说是索尼的更好，但是实际体验上亮度跟发色上 vivo 的表现也不错。OK， 对比部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索尼的手机在与其他手机对比的时候，我总是不能忽略在拍摄时操作上的绝佳体验。这种体验是没有用过索尼手机或者相机的朋友无法理解的。它的操作非常相机，反应很快，这点我十分喜爱。如果回到影像对比上来，这两台手机在后摄上是都有蔡司背书的，表现却还是有高低的。索尼 Xperia Pro I 的表现主要强在凝固瞬间的抓拍能力，以及连拍和连拍时的对焦性能上，这点明显优于 vivo X70 Pro Plus。主摄的表现上 ，vivo X70 Pro Plus 更强，主要是高像素模式带来的优势。超广角的表现 Xperia Pro I 更好，主要是普通模式下它的表现更好。虽然说高像素模式 X70 Pro Plus 能够展现更多的细节，但是普通模式更重要啊。微距的表现是 X70 Pro Plus 更优秀了。中长焦的表现，两台手机可谓是各有千秋。它俩都有2倍镜头，但是 Xperia Pro I 的画质表现更棒，所以2倍中焦的表现它更优秀。可是 X70 Pro Plus 又比前者多了一颗5倍的长焦镜头，那么在长焦的表现上是 X70 Pro Plus 更优秀。在拍摄人像上 ，X70 Pro Plus 的表现更棒，剩下的什么直出宽容度啊、夜景拍摄，还有视频录制以及录制时的防抖表现，都是 X70 Pro Plus 更好。OK， 到结尾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，希望上面的节目对您有所帮助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